俄称炸死600名乌军，乌方矢口否认，是情报战失利还是舆论战交锋呢？大家好，我是肖映华。俄军的报复行动接连不断，没完没了，到底谁是始作俑者？有仇必报一直以来是俄罗斯的做派，比如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之后，俄罗斯就开始对乌克兰全境进行了无差别的轰炸。俄军腹地3处军用机场被炸之后，就出动了14架图95轰炸机对乌克兰进行了轰炸。由此可见，跨年夜时被一锅端掉至少89名俄军士兵，俄罗斯方面肯定也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乌军。这么看来，普京之前宣布圣诞节单方面停战的36小时，倒更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黑暗。果不其然，就在停战刚刚结束后的几个小时，俄军火箭弹呼啸而出，直接冲向了乌克兰控制的顿巴斯地区。俄罗斯国防部对此则是非常直白地表示，这就是对乌军跨年夜行动的一次报复。按他们的说法，这次报复行动至少让600名乌军失去了性命。但奇怪的是，这次报复行动被完全否认了。根据乌克兰及西方国家的说法，俄军这次轰炸就是一个笑话，不仅一个乌克兰士兵都没有损失，就连作为主要进攻目标的宿舍楼看起来都没有受到太大的损伤。这种双方说法完全对不上的情况，究竟谁在说谎呢？我想呢，有2种可能性。第一种可能性，俄军说谎了。如果真像乌克兰所言，这一番密集轰炸下来，他们连一个士兵都没有伤亡，那只能说明是俄罗斯情报收集上出现了差错，或许获取的情报过程中被发现了，于是乌军提前有了准备，只给俄罗斯留下了一栋空楼。也或许是俄罗斯拿到了假情报，却没有分辨出来，按照假情报炸了个假地点，还大张旗鼓地公布出来，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笑话。第二种可能，乌克兰说谎了，一天之内伤亡600余人，在如今的俄乌战场上已经可以说是一个损失惨重的数字了。如果乌克兰真的承认了，恐怕会对他们的士兵造成不小的打击。既然如此，本就借助美西方掌控了舆论高地的乌克兰，为啥不可以借助自己的优势，营造出乌军无人伤亡的假象，反手给俄罗斯的士气来一下狠的？事件真相究竟如何呢？我们很难第一时间弄清楚。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，那就是俄军这次的报复行动并没有取得理想中的效果。无论是让乌克兰受到对等报复后痛不欲生，还是改变大众的蔡俄印象，重整俄军士气，在他们与西方的舆论交锋中都算不上成功。俄军的这次行动成功也好，失败也罢，实际上都无法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，甚至有可能让俄乌之间的战斗更加惨烈。或许在不远的未来，俄军会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，俄乌之间愈演愈烈的交锋，让战争的始作俑者美西方国家获得了极大的利益，反而受害的却是俄乌两国人民。唯有尽快结束战争，回归和平，才是人间正道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